I wasn't in with the in crowd, just a number in a small town. You know that hip popularity list? Well, I was like way down. Didn't dress too impressive, didn't know to address it. And ain't much had changed since those high school days till you walked in. And baby, when you fell for me, I was like a new guy on the scene. Cause with you on my arm, it's like I'm strutting down the halls like a baller. Everybody's gonna stare, so I'm standing up a little bit taller. You with that double take, kind of the star of the show, letting all the people know it doesn't matter who I was, what I've been, cause it all just flipped. Girl, with you, I'm one of the cool kids. 欢迎收看让儿 DIY。如果你喜欢影片，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哦。那现在看到这个，我现在正在用机油泡着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气门，气门有没有漏气。那目前这样看起来是都没有。这里这个机油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电这样子，电这样子，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平整，没办法平整的话，油会稍微往这边漏是正常的。然后整理的话是因为你看到我拍一个短片，就是说那个机油过滤被机油过滤出来里面含有很多水分那我很担心它有水混合然后造成整个拉缸等等作用产生，然后怕说到时候就真的要报废这台车子了。那个咬闭式盖把它拆掉之后然后发现说它会冒很多的白色的烟雾出来，然后那个白色烟雾呢，我仔细检查的话，它是从这个洞出去的，从这个洞出去的这个是机油有没有？我们机油打到这个缸盖的前面上面，打到上面之后，它会从这个洞回流到曲轴箱里面去。那回流进去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边为什么一直冒烟，然后检查曲轴箱那边的话也没有说就是说曲轴的这个瓦片它也没有磨损的很严重也不是那边在冒烟的然后仔细检查这里我那时候这个还在引擎上面的时候，我还没拆之前我用内视镜从这边过来，那因为用内视镜在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拍摄然后从这边过来之后从大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我手指头这个位置的时候一直有冒烟，然后只要再过往这个位置到引擎下半部的时候它就没有冒烟了所以我就在想说是冲掉了，然后最后没办法我还是把它拆解开来了那拆解开来之后就发现说反过来看这样看就比较清楚，那要手电筒那电片上可以看得出来说上面这个黑色的胶原本应该是要很顺畅的然后这个胶已经掉了然后我看那时候拆下来的时候，这边是还有多残余的一些胶在这上面，可是这个胶来讲的话，我轻轻用手指一抠就掉下来了包含我现在引擎下半部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个胶还是多少有点卡在上面，可是都是用手指一抠就抠下来了那时候我那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在整理漏油的时候有拆过一次，然后去买这一块垫片，这块垫片是材料行拿的然后他那时候买回来之后整理完之后再煮回去的时候没有上垫片胶所以说这个整个掉了然后手上去的扭力只会有上扭力，可是它垫片胶没有上，所以说这个穿透过来，然后整个蒸汽由这边然后再从这里冒到上面引擎上半部所以造成说那个热蒸汽一直很多才会造成我拍摄短片那样子，机油跟水整个混在一起还好引擎没有说伤得很严重可以看到这个活塞这是什么？这个是旁边碎裂掉的就变成这个样子大概有4颗活塞都已经报废掉了还好没有造成气缸没有损坏掉还好有发现的早，第一次把它拆开来做整理所以说用配机油回收也是有好处的，发现说有一些小问题就赶快处理了当然这是我自己拆你如果去给人家用的话，可能花个2-3万也差不多了可是自己拆自己装的话，大概几千块就可以解决了。然后这一块是旧的气缸纯垫片这个垫片是网拍买的这个黑色的胶这个黑色的胶基本上都还在所以说这块垫片当时候用的话，车子都没有出问题就那边材料行那边垫片上去没有上胶就出问题了，所以说这次整理真的有点火大，然后现在在等活塞到货，然后重新把这边清洗干净，重新组装回去Leave your coat, it isn't cold out. I'll be with you just in case. Don't be nervous, 'cause I'm here now. Fight the urge to stay the same. I got my hand out, won't you reach for me? Try to save you, but you're asleep. Darling, where
OK 哦，所有的间隙都量完了哦，然后会看到几个问题点哦，这个哦，一般来说的话，进气间隙是0.23到0.25哦，然后排气的话是0.27到0.33，这是28。OK 哦，然后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有问题，跟这个，然后0.6700、0.28、0.32没问题。进气的话就这个跟这个哦，然后还有这个是0.2、0.17、0.19，然后这个是0.22，所以这个我会把它圈起来。那等一下就拆这几个哦，然后这两个，那我们要把它调到正常的公差范围内，这样子气门才不会有问题。拆。哦，然后现在量到说这边是0.2哦，那它间隙范围应该要在0.3哦，0.27到0.33，然后我现在量是0.2左右哦，所以说，那我电的这个垫片是0.05，0.05的话，所以我要抽掉2片。My propeller, just like oil for my engine, just like water, they quench my thirst. Just like oil for my engine, just like water, they quench my thirst. Make you know,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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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 you know. Now you be my propeller. Make you know,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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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 you know. Now you be my propeller. I don't know what I for do without you. I don't know where I for be without you. From the day you came around, my life don't turn around. You give me energy, that's synergy to fight liturgy. You give me stamina, you just they give me stagalaga. You give me stamina, stagalaga, stagalaga. Just like oil for my engine, just like water, they quench my thirst. Just like oil for my engine, just like water, they quench my thirst. Make you know,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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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 you know. Now you be my propeller. Make you know, make you know, make you know, make you know. 大概已经整理到差不多了哦，包含我这边排气门哦，跟进气的气门室哦，
里面有一些积碳的部分也在做清理。那清理过程的时候发现说，这颗气门这里会有点漏气那原本大概在过年那时候我重新整理一遍把所有气门都磨过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漏气。那前2天的时候在用的时候，我这边是泡机油那泡机油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漏，可是积碳一清的时候这边又开始漏了那积碳最严重的地方是排气门，所以我现在要把排气门先拆这个比较严重的先处理起来。OK， 开始 DIY。一般来讲的话，你如果没有拆缸盖的话一般来讲还有用空压机，然后从火星台这边打气下去，把这个气门顶高，然后再去拆然后再来拆这个弹簧部分。但是这样有个风险，如果有什么零件掉到里面去的时候，你有时候很难去把它剪出来。所以说大部分只要有要动到这个一拆它的维修费用通常就是5000起跳的那个不用讲那如果像我这次钢电小冲掉这个维修外面通常10000元起跳的二手车的残值价格几乎是报废价了那因为自己 DIY 买材料的钱大概在我自己控制的买材料还有一些耗材的费用我自己控制大概在2000多块所以说整个弄下来不要算我自己的工时的话这样子算是蛮省的。那自己拆自己整理当然相对你的知识要非常充足，要不然你这样拆这样整理一定出问题。那像这个小的那个弹簧扣这个扣子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个你要嘛找很细的，像我就直接用磁铁去吸比较快。那这个不能丢这种零件很难买东西，千万不能丢。这个气门弹簧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气门垫吧这个垫片如果漏的话机油就会从这边渗进去就会造成烧机油。那这个我当初买这个中古的就是沙漏厂的这个气缸盖垫的时候就一并更换新了然后目前用手去戳它它这个弹性都还在，所以不用更换。目前这个也没有变形只差在说这个可以看到说还有一些积碳，然后造成它漏气这边积碳非常严重，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清积碳就是这样子，你不清它硬化掉在这里卡住气门，它就会漏气，造成缸压不足，车身抖动要不然就是后续造成其他更多的问题产生。所以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先整理起来，我基本上就是拆一根处理一个，要不然后续如果说出什么状况来讲的话，我这个一乱掉，我的那个气门顶筒配置的间隙要再重配一遍了。下来首先我就是要先除积碳，除积碳的话我用比较快的方式这个是尼龙布这样子下去的话基本上比较不会伤害到原铁本身。
原本的铁丝不会被伤到，然后上面的杂质可以直接抛起来。积碳来讲的话，如果说它粘着的很顽固的话，通常我会用水，然后加1丙酮，然后下去做处理，或者是直接买化氢气清洁剂，或者是用那个泡沫式除积碳的那个清洁剂，可是那个清洁剂这样买下来实在是花费太多了，所以说我直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直接用1丙酮下去用。你看这个1丙酮加水，然后它下来的那个碳粉，就会非常快速的流出来。那我现在必须要先确认是说，现在等一下我先把这碳清完，然后再度把它煮回去，然后要确认是说它到底有没有漏。如果说积碳清完它没有漏，那就 OK 了。那如果积碳清完还有漏，我就要做研磨了。上一次整理我有做稍微抛光。所以说现在量要清这个积碳就很快速了。如果没有做抛光来讲的话，它碳积在上面，你要泡很久才清得下来。There's so many things I want to talk about. See as my people just stay suffer now. My country bad and my country harder now. Nowhere to go and there's nowhere to run. But I no go mind, I go put my grind on my mind. I no go fear, I go try make I dey my lane. No. Cause my brother say water no get enemy. So I know I get the enemy. And I go flow like the river. Yeah.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e feeling. It doesn't matter what my brother see. We know say this life hard. My brother no go give up. Cause very soon I'm gonna be alr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I just want Jagger me. It's gonna be alright. I just want Jaya. I just want to drink my joy. I no get time to go bada but nobody. I just want to drink my joy. I no get time to go bada but nobody.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那就测试有没有漏。
OK， 它看起来完全没有漏的。大概的部分的整理就到这边为止哦。那因为这个整理来讲的话，你有看到我的影片开头来讲就是说我来讲的话，就之前跑高速公路，然后维持高转速4000转，然后就开始出问题了然后后续又加装了所谓的那个飞机油蒸汽回收，然后那个出来的竟然有水分存在那我担心引擎本身有问题，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拆解，重新整理一遍那整理引擎来讲，不外乎就是那个气缸盖然后还有气缸，还有活塞那些大小瓦等等那些，你都要去把它给检查一遍，看到底是哪边有问题那我有问题的部分都在影片里面说明了。来讲的话，像我影片前面那一段来讲，整理的部分来讲的话会非常的复杂而且所耗的工时会非常的长那其实材料钱没多少，但是呢，你付出这一些时间去整理来讲，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而且要非常的细心因为你一旦有个步骤没有弄好的话或者出什么问题的话，你再把它重组回去一发动，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大问题，可是时间一长，或者是你可能跑高速公路跑久一点，那问题就要出来了。为什么人家修理这个像我这样子小冲的问题来讲的话，一修理2-3万、3-4万跑不掉了但是如果说像我这样 DIY 整理来讲的话材料费其实没多少，2-3千块就处理起来了。但是就是说自己要有非常足够的知识还有对车子的零部件比较了解，你才有办法去这样做处理这一集到这边结束那顺便再说明一次我不是专门修汽车的我只是对 DIY 有兴趣然后再加上说以前当兵来讲的话，我学了一些汽修相关的东西所以说我才有这个能力可以自己去处理车子这个部分。那处理车子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自己在整理的过程里面，我也会自己去上网找一些相关知识还有一些零料件到底怎么去组合它我都会自己去找资料，然后去一一的印证，然后包括把它组合上去。所以说你不要在私下询问我说我有没有办法帮你修车就算我要帮你修车的话那个费用来讲，我也会抓比一般车行来的更高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自己的工作室在拍影片。那你如果要我帮你的话我的成本势必会比一般修车行来的高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那还有一些网友他会私下问我说，我能不能帮他看一下车子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帮他看完之后，他自己去外面找车行修。这个部分我实在是没办法的因为呢我帮你看了，我可以抓出一些问题点，但是有一些问题点我不是像一些修车行他们有经验然后有一些料件他可以随时帮你做测试，我没有那我如果去帮你用的话，假设说你东西没有坏掉，然后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坏了，你去修，那个感觉就很不好了所以说你也不要去私讯来问我这些问题。那你本身有喜欢 DIY 来讲的话，你遇到问题来讲你想询问来讲的话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然后你不要再用私讯的方式用mail的方式来问我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我的影片需要流量，第二个你把它给放在 YouTube 底下的留言有一些其他网友看到他就会回复给你那我有看到我也会回复给你，所以说你不要说私下来问我这个一些问题这是拜托大家了这个该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最近又发现说我在 YouTube 其他的地方留言，然后就会莫名其妙有人来攻击我，来骂我那我的影片底下也有时候也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留言发生那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好像特别在针对我的样子那不管如何，如果说你是我的影片的忠实观众或者是说你自己本身也很讨厌这样的行为的话YouTube 现在社群守则里面来讲的话，你可以按比如说那个账号旁边会有一个虚线的部分，你可以去把它按下去然后去点选检举点选检举来讲的话，比如说他是网络霸凌诈欺啦或者是其他问题，你都可以去检举那个人那当然不要去恶意的乱检举因为你恶意乱检举的话，对方来讲也会去跟 YouTube 申诉，甚至他可能又重新注册一个账号也可以所以说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尽量去避免掉那些奇奇怪怪的人那我也是这样子的 OK 来解释一下这些东西来给大家知道那话题转回来我们再讲一下说气缸盖的整理来讲的话就像我影片那样子，你必须要反复的拆装，然后去测量有没有漏气啦间隙够不够啦或者是间隙太大太小等等这些，需要去拆装的去测量那你看到我影片我已经把比较细节的部分都尽量给把它拍摄出来，然后呈现出来给大家，所以说这部影片会有点长那请大家耐心的看完听我解释清楚那你如果没有耐心的，你跳着看一看之后，然后在底下又在那边留言说那个应该要怎么样，那个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又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话了那个一看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把我的影片看完，连我影片下方的说明内容你也没有在看，那你在那边讲那个屁话，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哦，讲到这边我有点觉得，因为实在是太多这种人在那边乱留言，哦，那我已经砍了一部分掉，然后甚至把它封锁掉了。哦，虽然这样子对我流量有点影响，可是我在其他部影片来看的话，反而我砍掉这些人，我的流量是增加的。哦，那不管如何，这部影片先到这边。哦，那下一集来讲的话，我会针对活塞如何组装的部分，哦，去做一个剪辑。哦，那请大家期待一下。哦，那其实这些就是在补足我一开始拍摄影片就是引擎大修了。哦，那时候有讲了，因为有些地方我根本就没有拍摄到。哦，然后我又讲说，如果有机会再拆的话，我再把它给拍摄清楚一点，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去 DIY 它。哦，那影片到这边，哦，记得按赞、订阅、分享。